一袭红衣，手执红梅，雪中漫舞，一曲毕，如痴如醉。凭借《步步惊心》中的马尔泰若曦一角，刘诗诗走上了事业的巅峰。在戏里，她是爱而不得的若曦，和四爷天人相隔；在戏外，她和四爷的扮演者吴奇隆因戏生情，终成眷属，给了若曦和四爷一个完美的结局。婚后，刘诗诗为了家庭疑似退圈，引得粉丝全网通缉。嫁给大17岁的吴奇隆，刘诗诗到底图什么？婚后败光2亿，她经历了什么？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婚后消失的85花刘诗诗。1987年，刘诗诗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爷爷是著名的西河大鼓大师刘田利。刘诗诗在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中央芭蕾舞团业余舞蹈学校，开始学习芭蕾舞。15岁那年，她顺利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却被老师告知她的身体条件并不适合跳芭蕾舞，这让刘诗诗成为专业芭蕾舞者的梦想破灭了。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毕业后能成为一名芭蕾舞老师。然而命运总是那么奇妙。2004年，月影风荷的剧组来学校挑选演员，刘诗诗本来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去看了一眼，结果她因为超凡脱俗的清纯气质，被导演平江锁金一眼相中。就这样，她出演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2006年，平江锁金再一次邀请刘诗诗出演了《飞花如蝶》，并特意为她增加了芭蕾舞《天鹅湖》的选段。因为这一支舞，刘诗诗被观众们记在了心里。之后，刘诗诗又陆续出演了《少年杨家将》、《陆小凤传奇之大金鹏王》等等。凭借着优秀的条件，刘诗诗被唐人的总裁蔡艺农看中，顺利迁入了唐人。有了唐人的力捧，她的资源突飞猛进。不久之后，她便出演了以道成仙为志的女主角新14娘。该剧播出后，刘诗诗积攒了不小的人气。2009年，她趁热打铁，和胡歌一起出演了《射雕英雄传》。1年后，她再一次和胡歌合作，出演了《仙剑奇侠传3》。在剧中，刘诗诗饰演具有双重人格的龙葵，这个角色让她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她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清纯女神。凭借着这部剧，刘诗诗迎来了演艺事业的大爆发。但也因为这部剧，她和胡歌的恋情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公众场合，胡歌永远都站在刘诗诗的身边，甚至有的时候2个人还会牵手出席活动。有网友曾经在网上问胡歌，天龙八部里的人物那么多，为什么你要代言段誉呢？胡歌回答道，因为诗诗是王语嫣啊。这种暗戳戳的互动让不少人都十分看好这一对。或许2个人之间曾经的确有过旖旎的瞬间，但终究还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所以最后止步于兄弟情。2019年，在金鸡奖的闭幕式上，胡歌说道，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或许对于刘诗诗和胡歌来说，比起恋人，他们更愿意成为彼此的亲人。《仙剑奇侠传3》大火之后，刘诗诗不但成为了唐人一姐，更成为了当红的一线女星。《倚天屠龙记》、《天涯之女》、《怪侠一枝梅》等影视剧更是让她成为了古装女神。2011年，刘诗诗搭档吴奇隆出演了青川剧《步步惊心》，饰演了聪明机智的若曦一角。这部剧在当时掀起了一阵收视狂潮，刘诗诗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戏中，若曦和四爷的虐恋以悲剧收尾，戏外吴奇隆和刘诗诗的甜蜜互动让许多观众磕起了真人 CP， 而当时的吴奇隆也的确在朝夕相处中发现了自己对刘诗诗的喜欢，但因为年长17岁，有离过婚，让他不得不思考许多，所以他没有马上向刘诗诗表露感情，而这一耽误就耽误了2年的时间。也是在这一年，刘诗诗在《天使的幸福》剧组遇到了来内地打拼的明道，据传2个人因戏生情，迅速坠入了爱河。
之后两人更是被拍到赴港游玩的画面。在明道生日的时候，一向不怎么发微博的刘诗诗在微博上卡0点为明道送上了生日祝福。2012年，刘诗诗在拍摄《风中奇缘》期间，因为胰腺炎住院，当时陪在她身边照顾她的人是明道的助理。种种迹象都表明刘诗诗和明道之间关系匪浅。为了求证，有粉丝发私信询问了第一狗仔卓伟，刘诗诗和明道是在一起了吗？卓伟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但他回道被你发现了，疑似坐实了两个人的恋情。然而这段感情没有迎来见光的那一天便终结了。对于两人分手的原因有2种说法，一种是因为明道回台服兵役，导致两个人聚少离多，所以感情产生了问题。还有一种则是刘诗诗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远嫁，所以不同意这段恋情。但无论是哪一个原因，两个人终究还是有缘无分。除了明道之外，刘诗诗还有3段鲜为人知的恋情。一个是她的同事阿荣，阿荣比刘诗诗年长10岁，是个厨艺颇佳的好先生。然而据报道，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8个月的时间。当时刘诗诗的事业正处在关键时刻，加上她的母亲觉得男方的家庭不行，双方的收入差距较大，所以最终恋情告吹。之后刘诗诗便和富二代张玉峰交往了一段时间。据网友透露，两个人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当时刘诗诗因为心情好多喝了几杯，散会的时候有个朋友便拜托张玉峰把刘诗诗送回家。一来二去的，两个人便迅速坠入了爱河。在拍摄《步步惊心》的时候，张玉峰知道刘诗诗生病了会给她送感冒药，知道她吃胖了会给她送苗条酶，知道她晒伤了会给她送特效药。有剧组的演员曾透露，空闲的时候我们有时开诗诗玩笑，说她戏内被众2个追，戏外又有这么温柔体贴的男友。但是由于张玉峰非常多情花心，因此两个人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在这期间，刘诗诗还曾和自己的同学华汉传出过绯闻。据传，华汉曾经为了捧刘诗诗，专门为她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两个人在微博上更是经常暧昧互动，但这段恋情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估计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2013年，刘诗诗和吴奇隆再次合作了《步步惊情》。在这一次拍戏的时候，两个人在剧组各种打闹，亲密程度比以往更甚。或许是经历了2年的思考和沉淀，吴奇隆这一次真正的认定了自己的心。所以在两人被拍到深夜密会8小时的照片的时候，吴奇隆大方的在微博上公开恋情，我们很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感情，并请求外界给予自由的时间与空间。公开恋情后的两人疯狂地秀起了恩爱。吴奇隆化身丁妻狂魔，刘诗诗在哪里，他的视线就在哪里。刘诗诗不开心，吴奇隆就会扮小狗逗她开心。下雨的时候，旁人不小心拿走了雨伞，吴奇隆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起手臂为刘诗诗挡雨。然而当时还有很多人不看好这段恋情，尤其是刘诗诗的粉丝，他们觉得刘诗诗风华正茂，条件又十分优越，没必要找一个2婚的还比自己大17岁的老男人。也有很多人认为刘诗诗和吴奇隆在一起就是为了他手上的资源。面对外界种种言论，刘诗诗本人却并不在意，她只一心一意地和吴奇隆谈恋爱。相恋3年，许多人都期待着刘诗诗和吴奇隆分手，但是没想到2015年1月20日，吴奇隆晒出了2个人的结婚证。刘诗诗还认真地说道，我们很幸福，舆论瞬间爆了。2016年，刘诗诗和吴奇隆在巴厘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面对着网友们的质疑，一向抠门的吴奇隆用真金白银证明了他对刘诗诗的真心。他说，我所拥有的一切，我的全部都给诗诗。除了不上线的婚礼之外，婚前他还给了刘诗诗2个亿的零花钱。虽然几年后因为刘诗诗投资不当，这笔钱被他赔了个精光，刘诗诗也因此遭到了网友们的冷嘲热讽。吴奇隆却十分甜蜜地说道，我老婆怎样都好。
婚后，他更是把自己的公司稻草熊20%的股份给了刘诗诗，让他从法人代表到执行董事再到经理。在吴奇隆的心里，刘诗诗一直都比钱要重要得多。2019年，刘诗诗被曝怀孕，但因为怀孕后的刘诗诗身材没有走样，所以不少网友猜测她可能代孕。面对种种流言，刘诗诗的婆婆站出来表示，儿媳妇的怀孕并不是像外界传出的那样，她是自然受孕。曾经不被看好的诗龙恋，如今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爱的结晶。刘诗诗在晋升为母亲之后，有一段时间几乎像是退出了娱乐圈，专心在家带娃。曾经不被人看好的婚姻，如今成了甜蜜的一家三口。随着家庭逐渐稳定，刘诗诗也开始逐渐恢复了工作。2020年，她参演了电视剧《亲爱的自己》和《流金岁月》，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而吴奇隆为了支持刘诗诗的付出，主动选择在家带娃。一段婚姻幸福与否，从来不在于年龄的差距，相互支持、相互尊重，才是婚姻最美好的状态。这里是咸鱼记，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到了杨幂。当天上午，杨幂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2张背影照，并配文：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幸福、开心、好看。这一操作让无数垂死的诗蜜 CP 粉病中惊坐，大呼我的 CP 终于复婚了。与此同时，蜜糖 CP 粉也纷纷祈祷杨幂和唐嫣也能够复婚。为何3个人的分崩离析，最后却是杨幂和刘诗诗最先复合呢？当年2个人又因为什么宣告姐妹情破裂？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重修于好的闺蜜杨幂和刘诗诗。2008年，杨幂、刘诗诗和唐嫣3人一同出演了电视剧《仙剑奇侠传3》。因为3人年纪相仿，再加上在拍摄的几个月时间里一直都是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3个人便将戏里的友谊发展到了戏外，成为了非常要好的闺蜜。其中或许因为杨幂和刘诗诗的对手戏更多，又或许是2人都是北京人，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所以2人的亲密程度远超和唐嫣的关系。在剧拍完后，剧组曾组织演员一同到埃及游玩，杨幂和刘诗诗便在此刻留下了大量的亲密合照。除此之外，刘诗诗还特意在博客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详细记录在旅途中和杨幂相处的点点滴滴，并且在文章中她还写道：我们要一直在一起，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而后杨幂在这篇文章下留言，称2个人要永远亲热下去。在社交平台上相互喊话，对于2个人来说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他们日常的互动才是大尺度。除了经常在媒体面前大方亲吻之外，杨幂和刘诗诗还拍摄了一组泪百合的写真，成为不少网民心中的百合启蒙鼻祖。而2个人的 CP 粉更是得到了正主的认证，杨幂曾亲自给 CP 粉贴吧送过手写的祝福，刘诗诗也曾给粉丝 PS 过的双人合照签下自己的名字。相比于后来的单改 CP 结束营业后便老死不相往来，杨幂和刘诗诗的互动真的可以说是大大方方，并且还亲自把糖喂到了粉丝的嘴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2个人在工作上也是时常相互帮助。只要杨幂接受采访，她总能把话题引到刘诗诗的身上，夸她演戏认真、尊重对手，而刘诗诗也总是在媒体面前夸杨幂直爽、细心还体贴。但实际上真正细心体贴的是刘诗诗自己。有一回，杨幂在拍戏的时候发动态称自己想要吃水果，结果第2天，刘诗诗就从横店的剧组给她寄去了一大袋的水果和暖水袋。正因为2个正主不遗余力的秀恩爱，所以在那个同性 CP 还是冷门的年代，杨幂和刘诗诗凭借一己之力让 CP 粉数量迅速增长，甚至一度冲击到了全球排名的第5位。只是身处娱乐圈的2人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2010年，刘诗诗所在的经纪公司唐人影视买下了《步步惊心》的版权，
并且确定由刘诗诗出演女主。本来唐人是想要凭借这部剧打开青春剧的市场，但没想到于正抢先一步融梗，并且用极短的拍摄时间抢在唐人之前赶制出了宫锁心玉，而这部剧的女主角恰恰是杨幂。虽然之后播出的步步惊心从服化道和内容上都比宫心锁玉要精致，但宫还是占据了先播出的时机，压了步步惊心一头。刘诗诗也因此被杨幂压了一头。之后网上又爆出了一段于正和别人的对话，内容是于正嘲讽唐人的负责人蔡艺农是小三，还有蔡艺农眼红杨幂爆火等等。很快蔡艺农就在网上发表了一篇今朝被狗咬的文章进行反击。他先是在文章中点名于正抄袭步步惊心，再是揭露了杨幂坑朋友的真相。蔡艺农表示，此前梦幻诛仙想要利用杨幂和刘诗诗两个人的闺蜜热度，邀请他们一同代言游戏，于是他便担任了中间人去游说杨幂。一开始的时候，杨幂这边是答应了这份代言，但没想到临到签约之前，他突然坐地起价反悔了。而蔡艺农这边并不想失去这个代言，所以他主动揽下了调解的担子，帮杨幂争取到了他想要的代言费。但就在蔡艺农和梦幻诛仙周旋的时候，杨幂却转头和另一个游戏签了代言合同。事后蔡艺农直接就打电话质问杨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杨幂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公司的安排。眼见到手的代言飞了，自己在梦幻诛仙的面前还丢掉了信誉，这让蔡艺农非常恼怒。可考虑到刘诗诗和杨幂的关系非常要好，他只能将这件事情忍了下来。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刘诗诗就气冲冲地跑到蔡艺农的面前替杨幂打抱不平。她和蔡艺农说，当时杨幂之所以拒绝梦幻诛仙的代言，是因为游戏方不尊重杨幂，为了自己的好闺蜜不惜顶撞自己的老板。可以说刘诗诗当时和杨幂的关系真的非常要好，虽然被自己的艺人以下犯上了，但是蔡艺农还是决定彻底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于是他询问了梦幻诛仙的负责人，结果对方却告诉他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刘诗诗还是蔡艺农都被杨幂那方耍得团团转。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让刘诗诗和杨幂之间的关系彻底断绝，也有可能是蔡艺农并没有完全告诉刘诗诗，因为在这之后杨幂还卡点为刘诗诗送上了生日祝福，两个人一起出席活动的时候也和以前一样打打闹闹，别人想要插嘴都插不进去。2012年6月，杨幂甚至在高强度工作了很多天，以及身患重感冒的情况下，连转了好几趟飞机，只为能够亲自给刘诗诗颁发白玉兰的奖杯。1个月后，杨幂和前夫刘恺威一同拍摄电视剧《盛夏晚晴天》。有细心的观众发现，剧里的某面墙上还贴着杨幂和刘诗诗在埃及的合照，可见这时候的两人关系依旧亲密。真正让这对情比金坚的闺蜜走向末路的事件，其实是2012年8月的金鹰女神之争。那一年共同争夺金鹰女神的是杨幂、刘诗诗、唐嫣和郑爽4人，其中刘诗诗的票数领先第2名的唐嫣100多万票，总票数在4个人当中一骑绝尘，因此最后她毫无疑问地拿下了那一届的金鹰女神。以刘诗诗和杨幂的亲密关系来看，这时候的杨幂应该给自己的好姐妹送上祝福，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杨幂非但没有祝福刘诗诗，还和唐嫣大秀姐妹情深。唐嫣更是公开表白杨幂，哇，你就是我心中的金鹰女神。明明是3个人的友谊，刘诗诗却不能拥有姓名。在这之后，杨幂和刘诗诗2个人就好像是在暗自较劲，刘诗诗出演《绣春刀1》，杨幂便接下了《绣春刀2》。2013年11月，刘诗诗在凌晨官宣了和吴奇隆的恋情，结果没过几个小时，杨幂就官宣了自己和刘恺威的婚讯。在杨幂大婚当天，到场的只有唐嫣一个伴娘，而刘诗诗则是在婚礼的前一天晒出了收到的喜糖，并配文：喜糖很甜很甜，深深祝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告别，只有体体面面的慢慢疏远。
后来刘诗诗和吴奇隆晒出两人的结婚照，官宣结婚。杨幂仅仅只是转发了唐嫣的文章，间接送上了祝福。而当刘诗诗结婚的时候，昔日的好姐妹杨幂同样没有出现在现场。在被记者问到杨幂为何没有来的时候，刘诗诗则表示，她结婚的时候也没有邀请我呀。在这之后，两个人连在社交平台上祝生日快乐都懒得表演了。不久之后，杨幂身边的姐妹也从唐嫣变成了杨颖。直到2020年，杨幂和刘诗诗的关系才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他们一同出席某活动的时候，和陈伟霆坐在一起，三人相谈甚欢。1个月后，在参加某颁奖典礼的时候，刘诗诗率先说了感谢词，杨幂便打趣道：“你干嘛抢我台词？可以的话，我想站在刘诗诗旁边早一点说这句话。”1年后，有记者拍到杨幂在拍摄《爱的28定律》的时候，刘诗诗特意前去探班，两个人还亲密的手牵手，仿佛过去几年的隔阂都完全不存在一样。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不少网友怀疑两个人只是为了合体炒热度。毕竟在新人辈出的娱乐圈，尤其是95后小花来势汹汹的情况下，85花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演偶像剧年龄可能过大，演妈妈又觉得年龄太小，而复杂的角色更是有一大把演技更加精湛的老戏骨和新生代。因此在这种瓶颈时期，杨幂和刘诗诗就必须要寻找一条能够突破困境的道路。在此之前，刘诗诗曾和倪妮一同拍摄了《流金岁月》，吃了一波双女主的福利，只是后来似乎因为倪妮方的不配合而不了了之。因此对于刘诗诗来说，与其和一个关系并没有那么熟悉的同事炒闺蜜情，倒不如和曾经真正的闺蜜炒热度。更何况有很多投资方其实都看中了两人的合体热度，甚至还有传闻说杨幂和刘诗诗很可能会接下一部双女主的作品。同时，目前刘诗诗正在接洽的一部作品的制片方和杨幂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有杨幂在其中牵线搭桥，那么这个作品大概率会是刘诗诗的囊中之物。当年杨幂和刘诗诗能够因为资源争夺而产生隔阂，如今自然也可以因为资源重修于好。不过当两个人都走到了如今这个位置上，他们不再是一开始的那个小女孩，他们看过了更多的世界和人，或许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他们，才更加懂得当年那份纯粹的感情有多么美好，所以他们才想要重新捡起那份遗失的美好。更何况最近刘诗诗和吴奇隆之间频繁传出婚变的消息，如果此事是真实的话，那么相信经历过和刘恺威失败婚姻的杨幂一定是最懂刘诗诗的人，也是最能给刘诗诗力量的人。虽然网友总调侃铁打的杨幂流水的闺蜜团，娱乐圈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还是相信千帆过尽，归来才发现最纯粹的那个人才是最值得珍惜的。这里是咸鱼记，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